你给我开门！你要退婚，我就在你门前一根绳子吊死我自己！小姐，不好了，魏侯爷打上门来了。昨天不是已经把退婚书送去侯府了吗？他又闹什么？侯爷不愿意退婚，闹着要见您。走吧，去看看。若若，我这次出征带回了西凉的首饰，和咱们这里的不同。你看看，喜欢就留着，不喜欢就拿着赏人。你当真要退亲？你不识得我的笔记吗？那退婚书是我亲手写的。为什么？看上别人了？没有，是我配不上你。谁说的？你和我天生一对。我曾经为山贼所掳。我知道啊，你还是我救出来的，幸亏我去的及时，你一根毛都没掉。怎么？有人拿这事议论你？没有人说不代表没有发生过。娶了我这样的女人，会让你被人非议。你这样的女人，你什么样的女人？你是什么样的人？我从小看到大，用得着别人说三道四？又是你在作怪！我几次了？你说说你几次了？有完没完？你是不是指望着老子打光棍？老子跟你什么仇什么怨？我不管别人怎么说，我养大的媳妇儿不能就这么没了。你要是不答应，我就吊死在这儿。怎么在苏府门口系起了绳子？听说苏家大小姐退婚了，这小侯爷也是个情种，竟在这儿以死相逼。惠子辉，你赢了，进府再说。辉哥哥，许久不见，可还记得我吗？离我远点儿！你身上什么味儿？熏死我了！这是沉水香。我管你什么香，你能不能躲开点儿？打扰到我鼻子了。你用沉水香，他也用沉水香，学人精啊！他想干什么？你说呢？你猜他是为了什么？不是吧？长得好看也是我的错？侯爷您不知道，府里人都传说我家小姐名声坏了，配不上您，说这门婚事该让给二小姐呢。若若，咱们还是早日成亲吧，就下个月怎么样？魏侯爷，退婚书我已亲自交到了贵府上，你我已毫无干系了。你是给我了，可我没接啊。若若，你没听过一句话吗？不承认的纸就是茅厕的纸。这么多年了，你这语出惊人的毛病还是一点没变。话粗理不粗嘛，诺诺，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我。是啊，这性子还是从那年他一觉醒来非说自己叫魏鹤开始的。若若，是不是突然觉得本侯爷英姿勃发，舍不得退亲了？我是在想，当年要不是我偷听到了你府里那个姨娘和道士的对话，你早就没命在这胡搅蛮缠了。当初你非说自己叫什么魏鹤，那都是小时候的陈年旧账了，提他干什么？那道士当时就在丹炉边等着，若不是我撞破他们借机害人的勾当，把你救下来，你现在的坟头草怕是都有3米高了。救命之恩当以身相许啊！既然你救了我，这辈子你就得对我负责到底。若若，你看我这条命都是你的，你忍心看着它挂在门口那根绳子上？魏子辉，你还真是半点脸皮都不要了。脸皮能值几个钱？能换回我媳妇儿吗？走，带我去见苏大人，我今晚要住这儿。苏大人，我今儿起就住下了，这婚约1天没废，我就得守着我媳妇儿，免得被什么阿猫阿狗给惦记了。荒唐！你我两家婚事都要退了，就算没退，但这未婚同珠成何体统？老爷，侯爷也是一片失心，府后头那处客院不是空着吗？离宁儿的院子也就隔了2堵墙，正适合侯爷住。既然夫人开口，那就依了侯爷。兄弟，今天晚上咱们换换房间。好兄弟，你自小跟着我，没想到往后咱们要做联系了。卖命是另外的价钱。我还在呢，你们讨论这种事儿的时候能不能避着点人？哪怕你给再多，我也没兴趣替你挡桃花。或许换个思路，给苏二小姐安排个她心仪的男子。别，万一苏清泉狗急跳墙，直接给我下强力迷药怎么办？也许苏大人还没丧心病狂到那种地步。司马昭之心，路人皆知。你既然不信，那今晚你住那儿试试。不去。小姐，二小姐出事了，苏大人非要您去一趟不可。哦豁，怎么说？老爷说，好歹微微也是他同父异母的亲妹妹，他是怎么还能睡得着的？哎呦，我家小可怜儿，这过的是什么日子啊？若若，咱们过几天就成亲吧。到了我府上，保准没人敢半夜叫你起床。哎，若若，等等我啊！府中家事你跟着不太方便吧？我不放心你。那他呢？我不放心你们。真热闹啊！这阵仗正好凑一桌麻将。侯爷，麻将是何物？麻将啊，就是叶子戏那种博戏。春柳，
你怎么连这个都不知道？春柳，你别理他，这人经常说些让人听不懂的话。我不玩，我没钱。不过我倒是挺好奇，你这叶子习这么厉害，是什么时候学的？小道儿，何可道哉？全靠作弊，不仅作弊还脸皮厚，只许他赢不许他输。李仲，你的年终奖没了！哼，只会拿年终奖威胁员工的老板都是废物。若若，你快看李仲，他竟敢这么欺负我！站好，好戏开场了。待会儿机灵点。若若，我的心肝儿！为娘知道这事儿是宁宁对不住你，她年纪小不懂事儿，冲撞了侯爷。可事已至此，为了苏家，你还是成全了你妹妹吧。安夫人慎言，我娘早就葬在土里了。你这声为娘叫得如此亲热，就不怕我娘今晚回来找你叙旧吗？听见没？别在这乱认亲戚。安夫人，你这话更有意思。成全苏二小姐，怎么就需要若若来成全了？小侯爷说的极是，主要这事儿发生在侯爷房里。哎，魏侯爷，你住进了我苏家的客院，居然去败坏宁宁名声，此事你必须得给老夫一个说法。苏大人，我能忍到现在没动手扇你，纯粹是看在你是诺诺亲爹的份上。你大半夜惊动小爷睡觉，我还没找你要说法呢，你倒恶人先告状了。小侯爷，你这是想不认账吗？你当我苏家的女儿是什么？你如此行径，就不怕御史台参你一本？吵完了吗？正主在这儿呢，还没死。这人哪里来的？这是怎么回事？不是说计划成功了吗？我明明看到宁宁走进魏小侯爷的房间了。这人倒是有几分好姿色。你不许看他，这种辣眼睛的东西也往我媳妇儿跟前凑。砍了，现在就给我砍了他！砍了？不好吧？怎么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优柔寡断了？若是砍了他，那二小姐温后岂不是要守寡了？休要攀扯我家女儿！你这奴才好大的胆子！奴才，苏大人，你惨喽！小侯爷少在这危言耸听。这位李忠，李小爷，虽然明面上是我的侍卫，但那也是他爹把他交给我家的。但你再没见识，总不能不知道他姓李吧？他出身京城李氏，是本朝名门之后，你敢叫他奴才？这我不知是我失言，可就算是皇亲国戚，也不能毁我女儿清白。这狂徒和我女儿有何干系？你干什么？放开老夫！放开老夫！成何体统！成何体统！自己睁大眼睛看清楚。李仲倒是个做大事的人，那我呢？我就不是干大事的人了。一般只有去世的人才要盖着脸。敢跑出来拆散我和我媳妇儿，哼，跟死了也没差多少。若若，你还没说呢，你觉得我是什么人？行吧，你也是做大事的人。走走走，咱们进去看戏。这里面怕是正乱着，你进去不大方便吧？没事儿，我就进去听听动静，闭着眼睛，我绝对不看。行吧，里面进去也有一会儿了。怕是都已经收拾的差不多了。辉哥哥，你终于来了，我好害怕！我的妈呀，什么玩意儿这都是？辉哥哥，别看我，别说我来，老子还是个清清白白没嫁出去的好男儿啊！若若，我发誓，我真的什么都没看见。我刚见他肩膀动了一下，察觉到这女人动作不对劲，我就立马把眼睛给闭上了。你这狂徒！你简直是……若若，你要相信我，那本难得手册我背得滚瓜烂熟，我这身子除了你谁都不能碰。我发誓我还是干净的，真的，我灵魂和肉体都是纯净的。好了好了，我知道了，你且睁开眼吧，人已经被蒙住了。吓死小爷了，这简直是精神污染，老子差点清白不保。父亲，我记得这处客院是您亲自指给侯爷住的吧？怎么这大半夜的，二妹妹倒在这儿床上哭得这么伤心？若若，休要胡言！你妹妹不过是深夜来替老夫给侯爷传个话，被一歹人惊吓到了。他们之间清清白白，什么都没发生。对，宁儿是来给侯爷送茶点的，结果不小心在屋里跌了一跤，吓着了。若若，你听听，这逻辑，这演技，不去天桥底下摆盘说书，真是可惜了。苏大人，您家闺女送茶点能把自己送进被窝里，幸亏我没进来，不然我这辈子都不干净了。魏侯爷，老夫说他没事就是没事，你休要坏我女儿清誉。苏大人，
既然您贵人多忘事，那我就找几个记忆力好的帮您回忆回忆。影一、影二，现身。回禀侯爷，下午苏大人与安夫人在花园商议迷情香一事，而汪楚等举子在假山后偷听。子时一刻，汪楚翻窗而入，而二小姐药力发作，主动投怀，两人遂成其好事。闭嘴！你们这些奴才竟敢污蔑官家小姐！老夫说没发生，就是没发生。大饶命！大饶命！王举子，命和前程，你选一个。老实交代，你半夜翻进侯爷的屋子，到底是想干什么？我在花园偷听到苏大人说今晚屋里备好了迷情香，要成全二小姐和侯爷。我寻思着，要是能捉住苏家的丑闻，以后科举名声要多少银子，苏家敢不给吗？谁知道进来后侯爷根本不在，二小姐她中了迷药，一直往我怀里钻，我一时糊涂，没忍住。安夫人，您这戏台子搭得真差，连偷听都防不住。没成想男主角不在，这路人倒是自己变身男主角了。父亲，人证物证俱在，您还要硬撑着说他们清清白白吗？瞧见没？你家这龙潭虎穴，我总不能不做防备的住进来吧？刚才真是险象环生，为了咱们的未来，我得守好我的清白啊！万一真被那学人精给赖上了，我这辈子可就毁了。魏子辉，你少在这儿卖乖。你既然暗卫也布了，计划也定了，准备的这么周全，刚才何苦还和李仲在那儿推三阻四，谦让了半天？那我能和他一样吗？他光棍一个，一人吃饱全家不饿，名声坏了顶多是没人要。我这不是有你吗？我总得考虑名声啊！我现在可是有家室的人，必须得为我家若若守身如玉。像他这种单身狗是不会明白名节对一个准新郎官有多重要的。若若，你踩我干什么？闭嘴吧！你要是再多说一个字，我就不管你，不然我真的担心你一会儿得在这儿挨揍，到时候我可拉不动李仲了。好得很。那老夫倒要请教小侯爷，既然你口口声声说自己清白，那你深夜不在自己院中，究竟是在何处？难不成侯爷深夜在这苏府后宅是在搞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？在我那里，我娘教我问心无愧便不惧人言，不像有些人算计完人还能安枕。你这逆女！你娘教你将外男留宿房中吗？你眼里还有没有苏家的家法？父亲真是好兴致，二妹妹跟人私通的事实就摆在眼前，您不赶紧料理她惹下的这桩破事，竟然还有功夫在这儿管教我。说你留宿外男的事情，你攀扯你妹妹干嘛？父亲何必急着给我扣帽子？莫说我们并非独处，便是只有我们二人，我和魏紫薇清清白白，深夜续交又怎的？逆女，你竟敢还嘴！好，苏大人，我今日真是大开眼界。你亲闺女跟外男在这私通鬼混你不管，反倒冲着我家若若发这种威风，当着我的面就敢动手。苏大人，你还真是把我和永宁侯府的脸面全都按在脚底下踩啊！这不过是家事罢了，她是我自己的女儿，难道作为父亲，我还没权利管教不得了？既然你觉得家事能大过天，那咱们也别在这儿掰扯，这事儿还是交由陛下主持公道。什么？交由陛下？这只是些许小事啊！小事？你睁开眼睛看看，小爷我这张脸是随便什么人都能抽的吗？苏大人好大的威风，咱小侯爷自打生下来，连老侯爷都没舍得动他一个指头，您这一巴掌，怕是要用整个苏府来赔。疼吗？这巴掌要是落在你脸上，我才真疼。可就算你这么说这么做，魏子辉，我也还是要退亲。为什么？什么都没发生不是吗？我也不在乎你被掳走的那件事，你到底想做什么？能不能告诉我实话？没有为什么，魏子辉，我只想和你再无干系。只要我不放手，你这辈子都休想甩掉我。李忠，看好这帮人。苏大人，明天早朝咱们金轮殿见。小姐，您这又是何苦？明明心里疼得要死，干嘛非要对小侯爷说那种狠话？春柳，我意已决，不必再说。小姐，您既然有感情，就该告诉侯爷啊，他那么疼您，一定会和您一起承担的。告诉他，和我一起承担。春柳，我身子不好，本就时日无多，何必再连累他人？可侯爷他不介意啊，他刚才还替您挨了一巴掌。他不介意，我介意。正是因为他这一片痴心，我才更要把他推开。告诉他真相，他只会因为心疼更缠着我不放。我要他恨我，恨我没心没肺，只有这样，他才能离开这口深渊。若若，我没走，我知道你心里有事儿，没关系，
我魏子薇这辈子就认准你一个。你要退婚，我就在这守着，守到你回心转意，或者守到我死。刚才那巴掌真挺疼的，不过你要是能看我一眼，我能再让他扇几下。所有人滚出去！没我的命令，靠近书房者，斩！李仲，带上暗卫营，我要你放下手里所有的事，彻查苏若这3年的一切。侯爷，是查苏府的动向，查他为何执意要退婚，查他为什么我走了3年，身体差成那样。给我查清楚苏家那帮人背着我到底对他做了什么，哪怕是一点蛛丝马迹也不许漏掉。我要知道这3年的所有细节。属下明白，这就调集人手。记着，隐秘行事，绝不能让诺远察觉到。他不想让我插手，那我就先装作不清楚吧。小姐，快醒醒！二小姐疯了，正带着人在院里跟咱们的人打成一团呢。苏若，都是你对不对？是你这个毒妇害我！你故意扣着辉哥哥不让他过来，你早就知道我的谋划，你存心要看我毁在那王楚手里。你把我害成这样，我也绝不让你好过。放手！你最在意的竟是这么个破烂玩意儿。谁能想到呢？这日日挂在门边的小物件，竟是你心爱之物。把东西还来，滚出去！我不还，你能拿我怎么样？我不仅不还，我还要毁了它！你竟敢打我！苏若，你凭什么打我？诺诺，给，这是我守在木工房求了师傅好几天才学会做的。这竹子有灵气，有风就能响，能驱邪，能定心。你把它挂在房门口，以后我不在的时候，它就替我守着你。谁要是敢欺负你，你听见铃铛响，那就是我在骂他。子辉，我会一直挂着的。哈哈哈，说话算话。凭什么？就凭你如今能站在这儿，靠的全是我母亲的嫁妆。若不是因你身上也有几分外祖的血脉，你以为你有资格站在这里跟我说话？我就知道你一贯看不起我母亲，看不起我。可你母亲出身再尊贵有什么用？我母亲的确是庶女，可如今你还不是要在我母亲手底下讨生活？你说我害你，你以为你算什么东西，也值得让我用心筹谋？脏了我的手，在这里发疯，不如好好去查查你母亲。恐怕你很快就要多出一个哥哥来了。你在胡说什么？什么哥哥？你少在那血口喷人！怎么，你方才不是还嚷嚷着我在你母亲手下面讨生活吗？你觉得咱们那位爹爹要是知道他宠了10几年的好夫人，背着他早就在外养了？这绝不可能！你在骗我！骗你？就凭你也配让我费心思撒？滚出去！在这儿扰我清静，不如好好去问问你的好母亲，看她能不能给你那个哥哥弄个苏家的名分。小姐，师傅都叫你要好生养着，千万不能劳心伤神。你非要亲自去调查那些事，你是不是真不要命了？好生休养，也不过是多苟延残喘几年，能走前看着他们狗咬狗，看着这苏府内讧，我死也值了。那小侯爷呢？您把自己折腾成这样，难道也舍得他？魏夫人那日叫我前去，已告知我莫要牵扯魏府。魏家是不会想要一个大义灭亲、家族倒台的病秧子的。既然给不了他圆满，倒不如放他走。魏家可以不娶我，我也从未想过能全身而退。但是苏家，我必要他们付出代价。春柳，你可知3年前我为何要去庄子休养？就在那次，我见到了伺候我娘的林中老仆，我才知道苏清泉和安芷兰为了谋夺我娘留下的那笔泼天嫁妆，竟活生生将她关在暗室里饿死。没水没粮，我娘在里面求救，他们就在门外笑，一直等到她咽了气，才敢伪装成重病不治的假象。小姐，你别吓我！别担心，反正现在还活着。3年前，
苏清泉与安芷兰为了侵吞大夫人的巨额嫁妆，秘密将其关入暗室，没有水，没有粮，大夫人是生生被饿死的。饿死的？他们怎么敢？还有，苏小姐曾遭安芷兰药蒜，中了慢性剧毒，虽然这些年一直压制，但已毒入骨髓，命不久矣。所以，他才死活要退婚。还有一个原因，前几天老夫人曾亲自私下召见小姐，直言苏家罪孽深重，不许她进侯府的门，更不许她因为那副残躯拖累您的前程。蠢货！魏子辉，你这个大蠢货！他受了这么多苦，为了不连累我，才拼了命的想把我推开，他该有多疼啊！李仲，在，传我命令，放下手头所有的事，我要苏清光贪污军饷、勾结外戚的所有实证，调集安卫营24小时守护苏若。他要是掉一根头发，我唯你们是问。属下这就去办。侯爷，安卫营已全员到位，分3班值守苏小姐笼络，半步不离。吩咐下去，只护不扰，只帮不露面。他不想我知道他的苦，我便装作不知。属下明白。若苏府有人敢对小姐动手，即刻处置，绝不留情。他身子弱，受不得惊。但凡有人让他咳血，让他受冻，让他掉一滴泪，就让那人付出代价。动作够快的，不过我很好奇，姨母那位在外面养了10几年的宝贝儿子，你们母女这么快就商量好怎么处置了，居然还有心思合起伙来绑我。你给我闭嘴！我家的事儿要你管，你还是先担心你自己吧。苏诺，若是你安分守己，待到我嫁给小侯爷，我们便也能许你一世安稳。怎么，害我母亲还不够，现在手上还要再背负一条我的命吗？你胡说什么？什么你母亲的命？她明明是重病。重病？那就要问问你的好母亲，当初为什么要锁死房门、断水断粮了？娘，她说的是真的吗？大夫人她不是病死的。宁儿，别听这个疯子胡说，她是为了活命在挑拨我们。安芷兰，你敢发誓你没做过？我母亲死的时候指甲都抓烂了门板，你就在门外数着她的断气声吧。娘，你说话呀！你到底还瞒了我什么？够了！娘做这一切都是为了谁？还不是为了能让你名正言顺做嫡女过好日子。宁儿，你乖，别问了，等把苏若处理掉，娘回去再跟你慢慢解释。春柳呢？那婢女不分尊卑，竟敢阻拦我的人，已经被我送去春华楼了。常言道，吃一堑长一智，可姨母你却是浑然不明白这个道理。你笑什么？难道那婢女也是什么皇亲国戚？皇亲国戚会来苏府做个小婢女？姨母未免太看得起苏府，也太看得起我了。吓我一跳！既然不是什么皇亲国戚，我这当主家的送了也就送了，又能把我怎么样？夫人，送了也就送了。安夫人，本侯倒是孤陋寡闻了，不知本侯的心头肉，你这黑店打算开个什么价？魏子辉，你不是已经走了吗？苏若，小爷就一晚没看你，你就把自己折腾成这副死样子。你是不是真以为我是个死人？为什么要瞒着我？小侯爷，这都是误会，苏家的家事，我们只是……家事？放心，本侯今天没空管你们。李仲，把这个院子里所有动手的下人全部送官查办，属下遵命。既然这苏府容不下你，本侯现在就带你走。从今往后，看谁还敢动你。我费了半天劲才把你从柴房里捞出来，你要是敢这时候病死，看我不把苏府给掀了。魏侯爷，我已经写了退婚书，你我已无干系。深更半夜逗留在我房中，传出去，对侯爷名声不好。名声？我在门口上吊的时候就没打算要那玩意儿。苏若，你给我装什么身份？并非装身份。苏家大势已去，我名声尽毁，身体也不好。魏子辉，你该去娶个清白高贵的姑娘，别再管我。行，你长能耐了，会拿大道理压我。春六，伺候你家小姐喝药，我走就是了。侯爷，您为了救她，连夜调动暗卫，刚才又亲自熬药。既然心里这么明镜似的，知道她是怕拖累您才推开您，为什么不干脆把话跟她说清楚？说清楚什么？说我看穿了她的那点小心思，说我不在乎她名声好不好？您说了，她心里或许就没那么苦了。她现在满脑子都是大夫人的事情，是一心要拉着苏清泉下水的劲儿。这个时候跟她谈情说爱，她能听得进去？她既然现在不想谈感情，那我就先帮她把这些挡路的给正伐了。你打算亲自动手？苏清泉、安芷兰这些烂账，本侯要一笔一笔替他算。今晚过后，你离开京城，回山上去找师傅吧。着什么急？起码也得等我先给你收了尸再说。苏若，
其实就算没有了家人，人也能活得好好的。你看我，不也活到了现在？江南北，浙西东，这江山千万里，你还有好多地方没去过、没看过。你才多大，怎么就非得一门心思的想着走呢？江山千万里，太远了，我去不了，也不想去。小姐，老爷回来了。终于回来了。走吧，去前厅。老爷，你一定要为我做主啊！那苏若如今是半点不把我放在眼里，在那柴房里竟由着那春柳打我的人，您看看我的脸，都快被他给气疯了。够了，哭，你就知道哭！我不是早就告诉过你，这段时间少去招惹那个大冤家。魏子辉现在跟条疯狗一样死盯着老夫，恨不得在圣上面前拆了老夫这把骨头。待到苏叔嫁出去，就和咱们苏府再无半分干系，你就不能再忍这几天吗？老爷，你以为只要她嫁出去就万事大吉了？你可知道，苏诺已经知晓大夫人当年并非重病而亡了。他怎么会知道？那件事明明做得天衣无缝。老爷，你觉得以他的性子，真的会放过我们吗？真等他成了侯爷夫人，有了魏家的权势撑腰，这京城里还有我们说话的余地吗？哟，安夫人，这深更半夜的，您正对着父亲这般推心置地，是在做什么呢？诺，你什么时候过来的？方才为父正与你母亲商议一些陈年巨事的家事，既然你来了，便早些回去歇着，并无大事。并非大事，我方才分明听见父亲说，我已经知晓，我娘并非重病而亡。你全都知道了，那你想如何？是想拿着证据去闹得人尽皆知，让苏家满门抄斩，还是要为父给你一个所谓的交代？父亲多虑了，这冷茶入后，倒是让人清醒。我与永宁侯的婚约尚在，过些日子我就是侯爷夫人，侯府门第显赫。我若是在这时候让苏家倒了，没了母家族亲的庇佑，岂在基地成了无根蒲平，如何立足？算你还有几分脑子。那你的意思是？所以母亲的事，我可以当作从未发生过，让他一笔勾销。只要父亲修一封休书，休弃安芷兰，将他逐出苏家，收回他所有的掌家之权，如此，我便既往不咎。不可，夫君，你别听他的，你这个蛇蝎心肠的，你这是要逼死我！父亲，您以为他只是谋害了我母亲？您可知他背着您远不止这一桩罪？他早年便有个情郎，情郎早逝后，他竟在外面偷偷养着他们两人的孩子，至今那儿子已有10余岁了。这些年，他借着掌家之便，挪用了苏家源源不断的钱财去贴补那个孩子。父亲，这笔绿云盖顶、欺阳当臣的账，您可要算清楚。你胡说，你血口喷人！老爷，你信我，我没有。难怪每年收上来的租子总是短缺。难怪去年老夫想置办那处宅子时，你哭着喊着说府中哭银见底。老爷，您听我解释，那些银子我是拿去……你拿去养那个野种了是不是？老夫还纳闷，一个月要往那清福寺跑4、5回，说是求神拜佛，合着是去看你的情郎，看你的儿子。老爷，不是的，是苏诺他在陷害！你把老夫当傻子耍呀！你吃苏家的住苏家的，背地里却拿苏家的血汗钱去养外面的野孩子。安芷兰，你好得很啊！几个人？比来，老夫要写休书，将他逐出去苏家，永生不得踏入苏府半步。老爷，饶命啊！是苏诺在陷害我。娘娘，为父已按你说做的做了，此事往后便烂在肚子里，咱们父女和睦如初，你只需安心备嫁，如何？全凭父亲安排。好，快回去歇着吧，别累坏了身子。他信了，他竟然真的信了。他是坏事做多了，以为这世上人人都跟他一样，只认利益，不认亲权。我怎么会为了侯府权势，就忍下他对我母亲的所作所为？我要的不是什么风光出嫁，更不是这种虚伪的和睦。我要的是让他亲眼看着苏家是如何一寸寸崩塌。娘，3年了，女儿日日走在刀尖上，如今终于可以为你伸冤了。小姐，你又咳血了。这御状不能告，一步一跪到午门，你这身子会没命的。咱们求小侯爷帮忙好不好？他一直暗中护着你，只要你开口。不能求他。苏清泉为了嫁妆害死我娘，这是苏家的债。可是魏子威是永宁侯，他有4锦前程，有家族门望。那你身体也不能这样糟蹋呀。那我这副残躯更不能拉他进这口烂泥潭，害了他了。
大小姐，老奴守着这真相3年，嬷嬷快起！我终于等到您了。大夫人去得太冤了啊！苏家这个黑心肝啊！诸位当年受过我娘恩惠，3日后卯时，皇宫大门前卫舍命陪若儿走这一遭。我等愿为大夫人伸冤，无怨无悔。娘，女儿明日就带您回家，您在天有灵，一定要看着。小姐，明天我要陪你一起跪。傻丫头，事成之后，你拿着我留给你的信，离开京城去找师傅。我不，别为我这一截断掉的命，耽误了你的一生。你不许这么说。好了，我们回去吧。小姐，别碰我，这条路我得自己走完。那不是苏家的大小姐吗？这阵仗还叫她是女，这是要去告御状啊！我听说苏大人不仅贪了军饷，还活活害死了自己的发妻。娘，快到了，您看着，女儿这就带您去见天光。小姐，求你了，别跪了！臣女苏诺状告生父苏清泉，告其贪污受贿，谋害臣女生母，恳请陛下为臣女主持公道。若若，别怕，我来了。臣永宁侯魏子威愿为苏若作证，苏清泉贪赃枉法，私通外戚，证据确凿，臣愿以侯爷之位担保，所言属实，恳请陛下彻查。李忠，呈上去。陛下，臣女母亲沈氏3年前并非死于顽疾，她是被我父亲和姨娘亲手害死。陛下，此女已疯魔，不可信啊！陛下，苏清泉身为朝廷命官，不仅谋害发妻，更兼贪污边关军饷，勾结外戚，意图不轨。臣有铁证在此。苏大人，如今就在御前，你还要欺君到几时？臣混账！朕竟不知朕的股肱之臣，私下里竟是如此灭绝人性的狼子野心！传朕旨意，苏清泉丧尽天良，即刻打入天牢，秋后问斩。陛下饶命！陛下饶命啊！安芷兰蛇蝎心行，同罪论处，一并问斩。陛下，陛下！若若，结束了，起来吧，咱们回家。家，我哪还有家？你连看都不看我一眼了吗？大哥，官爷，求您帮帮忙，这戒指是纯金的，给您。求您帮我出城找一个人。找什么人？在城外清福寺往西10里的那个宅子里，找一个姓安的少年。安芷兰，你还在做梦？你闭嘴！居然指望那个男的来救你！我儿聪慧，他一定有办法，他一定会救我的。哼，安夫人，收起你那点心思吧。永宁侯早就有过死命令。什么命令？苏家的人不准见任何外客，不准传递任何书信。侯爷还说了，不许给你们家任何哪怕一丁点的帮助。魏子辉，好得很。至于你那个儿子，早已被永宁侯送往江南。凭什么？并且永世不得回京，断了你所有念想。不可能，魏子辉他怎么敢做得这么绝？陛下御笔亲批，主犯安氏谋害主母，败坏伦常，明日午时斩立决。我不想死啊！我儿救我！报应，全是报应。什么报应？若不是你，我何至于此？那从前若不是你害我犯错，我和沈氏又何至于此？你果然还是瞧不起我，苏清泉。小姐，咱们成了，咱们终于成功了。是啊，成功了。春柳，咱们走吧。回苏府吗？那里脏，咱们找辆马车。我想去个清静的地方，先把衣服换了。小姐，若是你再无牵挂，我们就离开京城吧。去哪里？去江南，去你想去的地方。好，也好。若若，你要去哪里？今日在殿上，那些我查不到的关键证据，还有安芷兰外头的桩桩件件，谢谢你帮我补齐。谢什么？我从回来那天起就觉得你不对劲。若没你那些后手，苏清泉没那么容易认罪。
你是我媳妇儿，你的事情我不帮着，难道指望那个缩头乌龟苏清泉自己暴毙吗？你还是这样语出惊人。现在全京城都知道我是你的人了。魏紫薇，你别闹了，我连聘礼都下了，你就打算这样抛弃我，始乱终弃吗？我坏了身子，我不能有孕，这样的我怎么入你魏家的门？我就说嘛，好端端的怎么非要退亲？魏紫薇，你听清楚我的话了吗？诺诺，我还当你是因为我这几年没回来，觉得我没了魅力。怎么可能？那不就对了，我以为对我感情淡了，愁得我连早饭都吃不下去。我说我不能生育。若若，我知道。我还大义灭亲。我知道，你母亲有冤，你这叫大孝，何来大义灭亲？我如今没了母族庇佑，名声也在3年前毁了。我都知道，名声那是别人口中的废话，我从未在意过。魏紫薇，你且不说根本没发生什么，就算发生了什么，我也认定你了。那子嗣呢？说起这个，我血脉并非非得绵延不可，无缘诞育便作罢。魏氏宗族世代传承，长辈那边如何你交代？咱们往后领养一个，或者就咱们2个过一辈子，不也挺好？相守一世固然称心，可旁人非议终究难躲。反正以后有问题咱们慢慢解决，别动不动就提分手，真的很伤感情。你刚刚在说什么混账话？话虽这么说，但咱们得跳出现象看本质。你是魏家独子，难道要让魏家在你手里断子绝孙？这世上有的是人想给我当儿子，我干嘛非要自己生一个来气自己？小姐之前心心念念全是报仇，整个人像是被封进了冰里。也就她嘴皮子溜，黑的都能说成红的。再加上总觉得自己名声坏了，身子废了，才死活不肯松口。可别再折腾我了。现在好了，心里那块大石头被小侯爷几句话就给踢碎了。也就他这种混不练的性子，才治得了你家小姐的倔脾气。我看小姐这回是真舍不得走了。这2人活该是一对。魏紫薇，陪我再回一趟苏家。还回去干嘛？那里现在全是晦气，脏了你的眼。还是要回去。你要什么金银细软，我直接把国库搬给你都行。有一件最重要的东西，我必须亲手拿回来。重要的东西？谁送的？男的送的？若若，我跟你讲，要是哪个野男人送的定情信物，我当场就把他劈了喂狗。藏得这么深，到底是什么宝贝啊？这不是我以前翻墙进来送你的那串破铃铛吗？魏紫薇，这是我这几年来唯一觉得还有点意思的东西。哈哈哈哈哈！我就知道你心里全是我。听见没？全京城的人都听见没？我媳妇儿稀罕我送的风铃，她舍不得我，她爱死我了。魏紫薇，你放我下来！你头晕，李仲还在外面呢。让他看，我现在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男人，羡慕死谁了？丢人，真的丢人。挺好的，这苏府总算有个清脆的响声了。瞧见没？这就是那个告了亲爹的苏家大小姐。这婚都没结呢，就这么住进侯府了？现在的世道，真是什么新鲜事都有。舌头要是觉得太长，本侯爷不介意帮你们解决了。走吧，我们先进去吧。听媳妇儿的，咱进屋。魏紫薇，魏夫人那里怎么办？若若，你看着我，你只管在这儿安心养病，天塌下来有我顶着。好。至于我娘那边，你不用多说，全部交给我。可若是她为难你，只要我不嫌累，为难的就是她。春柳，伺候你家小姐喝药。魏子辉，你还有脸来见我？母亲息怒。息怒？我怎么不怒？你这是要全京城戳你娘几两骨啊！娘，若魏母深渊失恋，身中奇毒是苦啊！你分明有更好的选择。但他是儿子的救命恩人，是儿子认准的一辈子。那我今天还偏不同意。您要是今天不点这个头，儿子这双腿就废在这儿，不上战场了。侯爷就旧伤发作晕过去了。这个魏子辉，他是真想要我的命啊！夫人，真的不管吗？罢了，跟我走。是，我倒要看看那个苏佑到底有什么本事，能把我儿子迷成这副不要命的样子。躺着吧。夫人，是若若命薄，拖累了侯爷。那倒是，为了接你进府，紫薇刚刚已经跪在雨里，把自己跪晕了过去。侯爷还好吗？我想去看看他。看他？你现在去看他？你若是此时再折腾出个好歹，他醒了，怕是要拆了我这老骨头。若夫人觉得若若碍眼，待我身体稍好，定会自行离开，绝不让侯府蒙羞。自行离开？你说的轻巧，他认准了你，你走哪儿他跟到哪儿。你是想让我魏家绝后吗？
娘，你有什么火，冲我来，别动他。魏姊妹，你看看你现在还有没有半点侯爷的样子？反正你要是敢让人把他送走，儿子现在就撞死在这儿。魏紫薇，你疯了！你刚好一点，跑出来做什么？为了个女人，你连亲娘都要威胁，你还要不要脸了？要脸干什么？脸能换回我媳妇儿吗？娘，这辈子我也只认她。你确定只认苏诺？只认若若。你若是容不下她，就是容不下儿子。罢了罢了，我是上辈子欠了你们这2个冤家的，还不快滚回去穿鞋，让丫娃扶松姑娘搬去灵湖的暖阁，那里冬暖夏凉，适合养病。娘，您这是答应了？我再不答应，你怕是真要拿那根破绳子在侯府大门口吊了。娘，你最好了。走开，我看着你就心烦。传我的话，苏姑娘往后就是侯府的贵客，谁若是敢在外头胡言乱语，乱传苏家那些破事儿，通通送进官府。若若，听见没？咱娘松口了，以后这就是你家。侯爷，兵部那边的庆功宴你已经推了3回了。哦，还有今日秦老将军亲自下的请帖。您再不去，外头那些御史又要参您一个拥兵自重、目无尊长的罪名了。让他们参。我的祖宗啊！天大的军务也没我媳妇儿喝药重要。告诉他们，本侯病了，起不来床。你这生龙活虎的样子，谁信啊？信不信由他们。就为了守着大小姐，你连前程都不要了？前程丢了能再打回来。若若要是因为疏忽身体不好了，你赔给我。你滚远点，别在这插风，要凉了。苦吗？不算苦，我试过了，这温热正合适。快张嘴！这是我让人从城南那家老字号买的，压压苦味。魏紫薇，你不用一直守着我。停！我乐意待在这里守着你。你是我媳妇儿，不看着你看谁？娘，别走，别留下我一个人！别怕，别怕！我刚刚梦见我娘了。我在这儿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我是不是太狠了？狠什么？那是他们欠你的。若若，你不必非要强迫自己当个圣人。在我这儿，你想恨就恨，想忘就忘。若若，神医我请回来了，求了半年，他总算是肯出山了。魏紫薇，你怎么这么傻？为了请这位祖宗，侯爷在雪地里站了3天3夜。侯爷真的很爱小姐。对啊，连军功章都差点按在那神医门板上，这冯家真是开了眼了。侯爷，你已经在雪里跪了3天3夜了。我要等神医出来。这山上寒气重，你的腿会废掉的。我自己心里面有数。那老头既然说不救达官显贵，咱们回京找太医便是。闭嘴！太医救不了他的命。晚辈魏贺，今日不是以侯爷身份来求医，只是以一个夫君的身份，求您救救我的夫人。侯爷还是请回吧。只要您肯出山，我这条命此后便是先生的。侯爷贵极人臣，何必为了一个命不久矣的女子做到如此地步？为了她，我要这滔天拳有什么用？毒根深重，已入脏腑，想要完全根除，确实已是无法做到。但所幸调理得当，只要今后悉心调理，延绵寿数，安稳度日，绝非难事。魏紫薇，你听到了吗？太好了，我就知道老天爷不敢从我手里抢人。太好了，若若，我们还有一辈子要过。这玩意儿比打仗还难打，火太大了。小侯爷，祖宗哎，这已经是您烧坏的第3个子时皮了，熬药得用文火啊！少废话，快去把那罐北海红参拿来，再熬一锅。侯爷，最后一份红参刚才已经被您烧成黑炭了。去，把后厨那老张给我偷摸喊来，让他赶紧弄一碗一模一样的。小侯爷，您早该让我来了。记住了，只要药能熬好，赏你10两银子。但要是让诺友知道这药不是我亲手熬的，我就把你发配到塞外去喂马。小的明白，小的嘴严的跟疯了妻似的。小姐，这侯爷确定是在熬药，不是在炸厨房？他那性子，非说要尽什么难得，亲力亲为。老张，这火候得把握住，要饱含本侯对夫人的爱意。哎，对，多嚼2下。侯爷这是在干什么呢？若，你怎么过来了？这地方烟大，别熏着你。
方才我在房里，一会儿闻到焦味儿，一会儿闻到药香。那什么，纯属意外。我本想给你个惊喜，谁知道这炉子不听使唤，连着烧坏2副药，这也是意外。若若，我错了，我这不是怕耽误你吃药吗？你别生气好不好？下次我一定苦练，绝不请外援。侯爷，您那下次估计得把整个御厨都烧了。行了，堂堂侯爷撒起娇来也不怕人笑话。绝无下次，若再偷懒，我就在膳房门口吊我自己。越说越荒唐，这让你烧什么药？走吧，先回去。遵命。慢点走，这青石板比我脸都光。若若，你今天已经走了半个时辰了，要是累了直接说，本侯爷的后辈随时待命。魏紫薇，我又不是纸糊的，你看这唐人多像你，笨头笨脑的。像我？那说明这唐人不仅甜，还英俊非凡。若若，你说江南的鱼好，还是京城的鱼好？京城的雨带着药味，江南的雨是甜的。还没看够，塞外的风跟刀子似的，要是再冻着，我看你喝药的时候还敢不敢跟我撒娇？魏紫薇，你废话好多。我关心我媳妇儿怎么了。哟，今天这么乖，不用我拿蜜饯哄着了。药是苦的，可这日子是甜的。小姐如今肯惜命，那是再好不过了。京城里那位二小姐刚收到的消息，苏家彻底败了后，汪楚自知前程尽毁，整日在那穷屋里对她非打即骂。他跟那书生锁死一辈子，这就是他最好的归宿。若若，别为了那种脏东西坏了心情，往后京城那些烂事儿都跟咱们没关系了。是啊，我以前总觉得心底是一片荒坟，冷得透不进半点光。魏紫薇，以后我们好好过自己的日子。我的大小姐，您都盯着这风铃看了1个时辰了，我有点睡不着。老夫人说了，大婚前不能见小侯爷，您要是实在想得慌，奴婢偷偷去前院给您传个话。并非想念，只是觉得这一切像场梦。您又胡思乱想了？我这样的人竟也能穿上这大红嫁衣？小姐，侯爷为了娶您，连难得手册都背得滚瓜乱出了。老夫人交代了，今晚就算是一只苍蝇，也别想飞进大小姐的院子，尤其是小王爷。王爷要是想进去，咱们谁拦得住？若若，别在这看风铃了，吃点甜的，有助于睡眠。魏子辉，你疯了？外头全是老夫人的人，明儿你定要被笑死。笑死就笑死，看不着你，我这心里就像猫抓痒。我也是。若若，别怕，也别乱想，什么名声，什么过往，在我这儿都是屁话。我只是有些不安。明天我会让全京城的人都知道，你是我这辈子唯一的夫人。魏紫薇，你怎么这么厉害啊？我看谁敢说半个不字。好了，乖，吃个蜜饯，去睡觉。快走，人过来了。还有多久去查账？明天见，我的准夫人。侯爷这翻墙的本事真是见长。小姐，这下能睡着了吧？一拜天地，进了门，往后就是一家人。子辉性子野，若若你多管教。小姐，大夫人若是在天有灵，看到您今日这么风光，定能安息了。哎呦，侯爷，吉时未到，您不能这时候进来啊！我等这一天等了整整3年，我媳妇在屋里坐着，我多待1秒都不行。你今天真好看，好看的我想把你藏起来，谁都不给看。你呀，堂堂永宁侯，还是一点规矩都不守。若若，你记住了，在永宁侯府，我魏子辉只有一个规矩，那就是苏若想的便是天理，苏若不爱的便是不幸。魏紫薇，余生请多指教了。